趴下！他们追上来了，别回头，往峰顶走。做我兄弟，先过我这一关。郑月，小心锁链。两个练气小崽子也敢碰我们的东西，给我断！还真以为自己能活？我拖住他，你走。放屁！当初说好同生共死，你现在让我一个人走？兄弟情深嘛，有点意思。那就一起死！小心！他的修为至少筑基后期，那就别硬碰，找机会过崖口。机会，我给过你们吗？师兄，杀你太便宜了！干什么？灵根碎了，从今以后，你连废物都不如。我杀了你！江月，别过来！闭嘴！活下去！老张，我又来陪你喝酒了，是你最喜欢的醉花酿。你说你丢下我一个人走算什么？你我当年混出龙虎双杀的名头时，谁不来巴结？那个贱货，恨不得全外坊都知道他和我的关系。现如今吃着我的幻流丹觉醒天灵根，就说和我没有半点瓜葛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不说他了，说他晦气。说说叶云吧，他去年拜入青云宗了，虽只是外门弟子，但好歹有了前景，不用像你我当初那样用命去山里拼机会。我就这么一个妹妹，她能安稳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回了，下次再来看你。恐怕没有下次了。青云宗副炮炼气12层的气息，前辈是谁？你没资格知道我的名字，你最好自尽。我不想脏了手。我从未得罪过这种人物，为什么？我没得罪过前辈。因为你和老祖的弟子走得太近了。老祖的弟子是他，天赋太好，老祖很看重他，希望清扫掉他修行路上的障碍。你就是这些垃圾之一。什么东西能吓退这种强者？阴兵，传说是真的。老张，是他，我不会认错。下次别买酒了，还不如给我烧点纸钱。好，下次给你烧纸钱。这枚玉简你拿着，里面的功法也许能治你的灵根。治愈灵根？诸位弟兄，此人要杀我的兄弟，能否除了他？尔敢！炼气12层，就这么没了。兄弟，好好活下去，别死，要死也千万别死在10万大山。老张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不是梦，我真的见到老张了。他成了阴兵，那句警告不是随口说的。死在10万大山，会变成他那样。老张，我会想办法救你。只有重新成为修士，才有机会救他。青帝遮天经。老张，你到底给了我什么东西？
这功法竟能重塑灵根，试试看，或许真能让我重新修行。真的有灵力进来了，青木之灵。修为在恢复，炼气1层、2层、3层、4层、5层，炼气6层，我真的回来了。这木灵气比以往纯粹太多，这防御至少能挡炼气7层，这条路走得通。晚辈叶修，见过前辈。不管你是谁，修成青帝遮天经，你就是我青帝仙门的嫡传弟子。青帝仙门，嫡传弟子。青帝仙门坐落于中州仙竹山。中州仙竹山，我从小到大连10万大山都没走出去过。待你结丹后，务必返回仙门入籍，服用翠竹仙叶，否则难以晋升元婴。太远了，现在想这些没用。青帝仙门有3种1阶入门之术可选：炼丹术、灵植术、符术。炼丹术最珍贵，掌握的人极少；灵植术也稀罕，青云宗好像都没这本事。符术倒是常见，谁都能画几笔。前辈，晚辈选择炼丹术。好，接下来便传授你1阶符术。我选的是炼丹术吧？1阶下品符术青木盾，1阶中品、1阶上品、1阶极品，皆为青木盾。符术就符术吧，这门符术好像不赖。1阶下品可盾10丈，中品20丈，上品50丈，极品100丈。10万大山什么最多？术啊！清河坊没有这么好用的盾术符箓，肯定能卖。小妹若有青木盾傍身，下山祭秦也能安全许多。老张从哪里弄来的这枚玉剑？此物珍贵到青云宗知道了也会眼红。还有那个青袍中年，他死在阴兵手里，赵老祖会不会再派人来？无妨，我现在也不是没有还手的能力。小南，敲门吧。是，小姐。小南，你怎么来了？公子，我是跟小姐一起来的。叶修，我今日下山有话跟你说。你要说什么？小南，我准备出门逛逛，你要不要一起？好，公子，小姐有话跟你说。赵老祖收我为关门弟子，往后我要潜心修行，5年10年都下不了山。恭喜你。这里面是师尊赐我的10枚下品灵石，当初我觉醒天灵根，是你为我找的幻灵丹。10枚下品灵石，金丹出手真是阔绰。当年1000、2000都要拿命挣，他现在拿10枚灵石买断。小南从小跟着我，我没办法带他回青云宗。你如今也无法修行，和小南挺般配的。你连自己的丫鬟都不要了，本就该如此。呵呵，你主子不要你了，愿意跟着我吗？叶公子，小南愿意。没其他事，我就跟小南去逛街了。你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小南的卖身契，你记得给我。你，李师妹，还没解决吗？是他缠着你。林师兄，我已经跟他谈妥了。青云宗高手，气息不弱。哼，在下林随风，听过你在外坊的一些名号，龙虎双煞、龙煞张月、虎煞叶修。哼，他知不知道青袍中年的事？外面人取的，倒是让阁下见笑了。外坊那群散修实力不怎么样，就喜欢搞这些没用的东西。他刚刚看布袋的眼神不对。李师妹，我们回山吧，在清河坊待久了，怕要沾染俗气。10枚下品灵石不是小数目，他可能会伺机下手。小南，我们去逛街吧。啊，是公子。林随风这人得防，拿着，换身干净的。公子，这也太多了。别看了，买都买了，吃。吃饱了，吃饱了正好走走，消消食。
这不是售卖灵材的店吗？公子一定是给叶云小姐置办灵材。公子打算买点什么？可有木属性的符笔、符纸、朱砂？原来您是一位符师。木属性符笔，小店刚好有3支，2支下品，1支中品。符纸和朱砂也有许多存货，您稍等，小老儿都拿来。3支符笔都拿出来，我瞧瞧。这2支下品符笔新鲜出炉，只售12千灵砂，一打100张符1000灵砂，朱砂1两也是1000。青云宗出品的下品符笔，比你这好，也才12千。这支也不行，制符失败的概率太大。还有没有好货？上品、极品，价格合适我也能买。有一支木属性符笔，来路可能有些问题。作价几何？7枚下品灵石。正常极品符笔至少20枚灵石。一阶极品，使用痕迹明显，但值。这笔交易成了。公子干脆，小老儿做主，赠您1沓下品木属性符纸。7枚下品灵石，这能换多少银子啊？剩下这些全换符纸和朱砂。公子慢走，往后若还缺灵材，只管来小店。1张下品青木盾至少3000灵砂。叶修，你来这里作甚？叶青，这不是你如今该来的地方，你灵根都萎缩了，在这儿能干啥？我来买点东西。小莲拜在赵老祖门下了，总得送些礼物。他不是和你没什么关系了？怎么没关系？你看，这不是小南吗？叶修，咱们兄弟也很久没聚了吧？不如今晚去我家吃饭，我爹想见你了。吃饭就不必了，我好像听说你想拜入青云宗，正在找关系。我帮你说几句，找人活动活动，也不是难事。这样是不是不太好？有点不好意思啊。看来你还有些犹豫。没事。等等，要多少灵石？5枚下品灵石够不够？这家伙这么有钱，应该是够了。那事成之后我再给你灵石，你先。叶青，你看我像傻子吗？别，我给，我现在就给。你说好，我回去等你消息，你可一定要办啊。放心，等消息吧。哥，你什么事这么开心？我本来去买灵材，结果遇到了叶修。他有没有说他那死鬼老爹死后留下什么值钱东西？夫人毕竟是我弟弟，这么说不太好。我这么说你不高兴？不是，娘，我发现他和李姑娘没传闻中那般不和。李姑娘成了赵老祖弟子，有他说2句，我拜入青云宗，手到擒来。等等，那兔崽子会帮你？你是不是给他灵石了？是啊，整5枚灵石，打点关系应该够了吧？糊涂，你这是被叶修骗了。怎么会？李一莲觉醒丹灵根，怎会再和一个废人有关系？赵老祖只会逼他斩断尘缘，哪还轮得到叶修说话？那些传闻，就是他急着撇清关系放出来的。这么说，我的5枚灵石，他水漂了，我要去跟他要回来。站住！清河坊河新区守卫森严，你敢动手，先被捉拿的是你。叶云也是青云宗弟子，明面上不好动叶修。我的灵石，急什么？叶修已经废了，拿捏他们还不简单？叶修，青云宗这次又要收徒了，可惜3灵根突然变成单灵根，青云宗绝不会放过我。分不清青木之灵也没用，他们只会把我丢进丹炉。暂且先做个散修。先从1阶下品青木盾开始。再来。1张符没见到，2000灵砂先没了，连符笔也有损耗。娘的，我不信邪！精纯木灵力对制符有稳定加成。成了，木灵力充裕，1阶下品里也算上佳，卖3000都抢着要。保命符再溢价些，4000，又4000，再进账4000，20几张就是近10枚下品灵石。我可能真是个制符天才。精纯木灵力也有一点点功劳，用不了几天就能买飞剑了。1阶中品飞剑大概20枚下品灵石，不
炼气6层用中品太低了，要买就买一阶上品，要不然一阶极品，能用到筑基之前。有人进院子了，果然冲我来的。公子一天没吃饭了，难道都不饿的吗？这丫头半夜跑来作甚，不好，她跟在后面。小南，好香啊！你怎么知道我肚子饿了？公子，饭菜我热过了，你一直没吃，肯定会饿的。有心了。小子，打劫，灵石通通交出来，饶你们不死！别想着叫，开口之前你们就没机会了。有飞剑，至少炼气7层。救命啊！有劫凶！该死的！灵力消耗太快，撑不了多久。现在呼救！何方解休？胆敢在清河坊犯案？楚无丹，机会只有1瞬。修行界好东西，到手。可恶！站住！何方解休？胆敢在清河坊犯案，找死！可是杰修，绝对是他一来就让我交出灵石，可有破财？身上2枚灵石都被抢走了。兄弟们，他抢了2枚下品灵石，快追！公子，吓死我了！清河坊怎么会有劫修潜进来？这是专门冲我来的，没事，偶尔漏进来1、2只小劫修，不算什么。对啊，公子的修为竟然恢复了。伤势痊愈了，能护住你我。如果小姐知道，肯定会很开心，也许会……我和你家小姐缘分已经尽了，你现在是我的丫鬟，就别喊她小姐了。那人未必不会去而复返，你今晚别回去睡了。想什么呢？我怕劫修去而复返。先别急，等安全了再看。该死的，储物袋里足有16枚下品灵石，还有5颗1阶极品凝元丹。叶修，我和你没完！发达了，这位林师兄的身家比我想的还厚，一颗至少5枚下品灵石，5颗就是25枚。5颗炼化完，也许能直接冲击炼气7层。炼气7层是炼气后期，和6层有明显差距。只要灵石不耗尽，炼气10层强攻也能挡到巡逻队赶来。他们想要这宅子，何尝不是看中这间净室？小南，接下来我要开始修行。阵法已经打开，外人进不来，里面的人也出不去。我修行时别碰我，灵力反噬会害了你的性命。公子放心，我会躲得远远的。在这儿就好。药效炼化的这么快，1颗凝元丹，竟1个时辰就炼化完了。灵根越好，药效吸收越快，效用也更强。青帝遮天经炼化药效的效率太高了。公子修行起来好认真，今天他请我吃了那么多好吃的，还从劫修手里救了我。炼气7层，刚到炼气6层，第2天就入炼气7层，现在不过19岁，清河坊谁听过？就算炼气12层也拦不住啊！小南，醒醒！公子，昨夜这座阵法可曾发过亮光？亮过呢。果然去而复返，是不甘心储物袋被我顺走，来了不留下点什么，当叶府是想来就来的地方。走，我们吃饭去。你是此宅的主人？姑娘是治安巡逻队的。听说昨晚你这里来了劫修，昨天同僚没问清楚，我再来问问。姑娘请问，对方何时进来？可看清修为？深夜潜入，
蒙着脸，有飞剑，修为比我高。损失多少？2枚下品灵石。最近清河坊外凶兽作乱，兽潮迁徙，有些劫修会趁火打劫。你们这地方本该安全，兴许是走投无路之辈。凶兽作乱，小妹要参与围剿，会不会有危险？若我们捕到人，会再来知会你一声。若我修行有成，第一件事就是带小妹和小南离开10万大山。走，今天喝羊汤去。听说没？清河坊往南200里有座古代洞府出事了。古代洞府？谁的？血骨真人。血骨真人，那个差点晋升元婴的大魔修。对，许多散修都去了，青云宗也派了人。那还喝什么羊汤？去寻机缘啊！找死不是？你炼气3、4层，走得到哪里吗？这种机缘，炼气后期和筑基才有资格喝点汤。不适合我，最大的机缘已经在我身上了。蛰伏潜修，比拿命去抢虚无缥缈的东西划算。24道下品符纸耗尽，成本2枚下品灵石不到，卖出去利润足有4、5倍。难怪有名的制服师全都是阔佬。中品青木盾若能成1、2张，本钱就全回来了。难度提升太多，成本也高太多。慢一点，还没摸到节奏，不能急。中品青木盾不能快，灵力要细，笔锋要沉。成了，成本大概1枚下品灵石，2张能卖3枚，中品留着自用，下品拿去卖。这东西来自青云宗内卫，时间一长会被拿来做文章。这趟我自己去，才挑不出毛病。你留在府里。公子早些回来。叶兄，好久不见。好久没见，你们这是打算去哪儿？血骨真人洞府出事，我们夫妻去碰碰运气。此事有些凶险，二位不考虑考虑？修行总有危险，可惜叶兄修为尽失，不然还能联手。那就祝二位旗开得胜。夫君，他如今就是个凡人，还特意与他说什么？他爹当初炼气10层那会儿也意气风发，谁能想到如今会变成这副模样？我记得他那宅子不错，这次若有收获，买过来如何？区区一个凡人，应该也不敢讲价。人心比兽潮更会挑软处下口，能在清河坊开黑市，背后必然有人脉和灵石。储物袋估个价。储物袋足有1方大小，你真打算卖了它？你估个价，若非生存困难，我岂会卖掉看家之物？既然来此付，说明这东西也不太见得光。有数，你开价便是。值10枚下品灵石。告辞。哎，等等，你还个价。择物去卖，至少30枚下品灵石。我不求卖多，20枚，总归要有。成交。手尾清干净了。道友，我们这里的法宝都是青云宗出产，您随意看。下品、中品，对现在的我意义不大。掌柜的，你这边可收符箓？自然是收的，我们这儿有品质要求。1阶下品青木盾，你能出到多少钱？青木盾，这是遁术符箓。以数为媒，10丈内瞬息遁走。公子，后院一事如何？先让他看到效果，价才抬得起来。激发瞬间没有丝毫延迟，反应越大，价格越好谈。公子，这种符箓你还有多少？掌柜先开个价吧。普通下品火弹符也就炼气3、4层看一眼，可这种青木盾不同，炼气中期、后期甚至圆满都会愿意买几道防身。不错，它受众极广。清河坊里遁术符箓并不多见。本铺以前卖过黄土盾，可遇到奸时容易反噬自身。收购价4000，看来我还是低估了遁术符箓。公子这青木盾品质上佳，我试试卖10钱，收购7000。一条人命可不止7000灵砂。此剑名曰碧龙，这口飞剑是青云宗炼气堂堂主亲手铸造，上面还附有1阶极品术法青藤护盾，不少客人过眼都喜欢，只是价格一直没谈拢。
我与公子一见如故，只卖135枚下品灵石。极品青藤护盾是好东西，可飞剑上附防御术法。青云宗堂主亲铸的剑，怎会轻易流出青云宗？这口飞剑什么都好，唯一缺点就是这道青藤护盾。飞剑讲究攻伐，偏偏附了防御术法，威能大减。飞剑飞出去，青藤护盾保护谁？狗看了都摇头。公子不如还个价。 50枚下品灵石，这价格未免太低了，公子再加一点吧。看来他急着出手，这剑砸他手里了。我也就是看着好玩，买来把玩罢了。再附一部1阶中品青木盾，1阶中品，20丈距离，掌柜留着自用都可。成交。1阶极品品质，50灵石到手，值。 公子日后若还有这种符箓，只管来仙宝铺。总算卖出去了，虽亏了20枚灵石，可凑一凑也不至于被问罪。这些青木盾上架，要12千灵沙。再通知老客人，就说仙宝铺进了保命好货。飞剑到手，符纸朱砂也该补上。公子又来了，可是灵材不够用了。下品符纸10大，下品朱砂10两，中品青木盾得继续练。 还余5枚下品灵石，又4000灵沙。先炼化，真正变成我的东西。来，好东西，1阶极品品质，只花了50余枚灵石。我的木灵力精准，对飞剑也有加成。林随风若再来，飞剑碰上这藤蔓，怕是要缺口。只要灵力不耗尽。 炼气大约满，一时半刻也奈何不了我。可惜，消耗也大。1刻钟，体内灵力少了一半。若真正与人斗法，时间只会更短。2刻钟，是我此刻的极限，还得多赚灵石，买凝元丹充炼7、8层。极品凝元丹太贵，可也太好用。飞剑只是护道，修为才是根本。 小妹任务结束之前，最好能晋升炼气8层。日子若一直这样，倒也不错。下品的卖出去，这6套中品留着防身。有他们，还有碧龙、清河坊，谁能一招解决我？呵呵，至少不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公子啊，老朽可想死你了！可别。 若是貌美女子想我，还情有可原。是想您的青木盾，您别误会。怎么样，卖的可好？好，真的好。前些时日，有位炼气12层前辈，就靠一道青木盾扭转斗法，眨眼遁走，避开杀招，反手斩杀了一名外坊凶名滔天的邪修。效果被实战验证，价格该涨了。那位前辈还想再买，可惜老朽这边没货了。掌柜别急，今日我就是给你送货来的。 公子这次带了多少？货有，只是价钱方面，我希望重新商定。这段时间，我听说私下交易青木盾，价格已炒到16千灵沙。价格方面的确需要重新让定，就1枚下品灵石如何？价格已经合适，不能逼太狠。那就1枚下品灵石好吧。40道，1条不少。 好，好，好！公子真是及时雨呀！身家暴增至45枚下品灵石，又4000灵沙。快，立刻上架，通知老客！这样的赚钱速度，寻常筑基也未必比得上。公子，进来玩呀！我可不敢，怕被你们吸干精元。他们夫妇不是去血骨真人那边争机缘去了吗？看样子，此行有点惨烈。 男的多半死了，他为了生存投身了这里。修行路上各有各的苦命。公子，你们做什么？我的丫鬟犯了什么事？这是你的丫鬟？是。她光天化日偷窃青云宗弟子的灵石，被我们抓了个正着。公子，我没有。 别怕，我知道你不会做这种事。竟敢偷青云宗弟子的灵石，这估计得处死了。谁在背后做局？
主人既然来了，也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们负责的不是修士之间的事务吗？一个凡人丫鬟，轮得到你们上例靠？他偷的是青云宗弟子的灵石，沾上青云宗，这事不好收场了。青云宗弟子，这是冲我来的。公子，我真的没有拿。证据呢？赃物就在他身上搜出来，你还想狡辩？叶青，是你？是我。怎么样？我已经成功拜入青云宗了。我和你虽然是堂兄弟，可你的丫鬟偷我的灵石，也要依法处置。凡人盗窃修士之物，我记得是重罪吧？丫鬟还是凡人身份，真被坐实，后果极重。苦主就在这儿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我可有太多话要说了。首先，我是一名修士，炼气七层，这是炼气后期修士。他不是废了吗？怎么会是炼气后期？其次，他当初是李一莲的丫鬟，李一莲如今拜在赵老祖门下，是青云宗丹灵根天骄。李师姐的丫鬟又怎么了？她现在是你的丫鬟，和李师姐没有干系。你错了，她不是我的丫鬟，我早已让她赎身，打算娶她过门。一名炼气后期修士的未来妻子，就算要处置，也轮不到你们几个小喽啰。我要见徐武，你们立刻马上把他喊过来。要真就这种小事儿就别麻烦我等上官了。看样子此事就是个误会，先把人松开。原来只是一场误会，那就没什么事了。阁下怎么称呼？在下姓丁，单名一个武字。怎么会这样？他怎么成炼气七层了？丁道友以后办事可要看清人，有些小人最会借刀。公子刚才说的是真的吗？丁道友，这事我也没想到。今日这事儿，你最好自己有数，不能跟丁武结私仇，把这口锅留给叶青背。都拜入青云宗了，还如此毛毛躁躁，下山有何事？爹，不好了！叶修是炼气七层，他修为压根没废。什么？炼气七层？把刚才发生的事一字不漏说清楚。短短3年恢复修为，还到炼气七层？若误服无法承受的灵药，却会灵根萎缩，也有可能破而后立。这小子不再是以前那个废人了。后来呢？叶修有没有对丁武发难？治安巡逻队背后归敖战堂专辖，得罪了可没那么好受。没有啊，他没发难，带人就走了。他还和丁武好声好气，故意提醒丁武我是个小人。这小子不仅没结怨，还与丁武有了几分交情。不仅借丁武脱身，还顺手让丁武记恨叶青，跟他爹一样是只狐狸。他爹是老狐狸，他是小狐狸。爹，那我该怎么办啊？回青云宗去，短时间内别下山。难道这口气就这么忍了？你毕竟是青云宗外门弟子，人家看不见你，恨意自然会淡。我知道了，等我抽空去找叶修聊一聊，看看这小狐狸到底还有什么底牌。公子刚才说要娶我，是为了救我，还是真心的？先买极品凝元丹，尽快冲炼气8层。有1阶极品凝元丹吗？公子，极品没有，最高只有上品。下一家。极品凝元丹本格没有，本格最多只有上品。晦气，找了这么多家，怎么连1阶极品凝元丹都没有？公子若想买极品凝元丹，恐怕得去徐氏丹阁瞧瞧。怎么，你们不也和青云宗有点关系吗？我们只是有点关系，徐氏丹阁可不一样。徐氏丹阁和青云宗炼丹堂堂主关系极好，估计有货。难怪极品凝元丹在清河坊不怎么流通，只要有货，贵一点也得买。我要买1阶极品凝元丹。你要买1阶极品凝元丹？咦，徐道友怎么在这儿？徐氏丹阁是我家的产业，我偶尔也会来帮帮忙。治安巡逻队高层背后还是徐氏丹阁，了不起。当初一见徐道友，就看出徐道友超群出众，并非凡俗。拍什么马屁？是心虚刚刚在街上用了我的名号，他竟然全看见了，还叫我立刻马上过来。不知情的还以为你我相熟多年。是我错了，
徐道友要打要骂，在下都认。好了，你没错。其实一路上我都跟着丁武等人，本打算抓他们一个现行。原来他一直都在。但我此刻若是出手，他们必定怀恨于你。他们会以为是你告的状。这次先且饶过他们一回。出身好，修为高，还懂人情世故，这么聪明懂事，比李一莲强上好多倍。怎么觉醒丹灵根的不是他呢？你发什么呆呢？不是要买1阶极品凝元丹吗？刚刚好，最近丹阁里进了一些货，你要1枚还是2枚？我要5枚，不行。他是巡逻队修士，最爱琢磨事，下囊中羞涩，只能买得起1枚极品凝元丹。1枚可以，54钱灵沙，有整的灵石也行。怎么是54钱灵沙？我记得去年行情才50钱灵沙，刚好5枚下品灵石整。前段时间清河坊往南200里有座洞府出事，不少人都想去碰碰金运，所以这段时间所有丹药都涨价，一些疗伤丹药甚至翻倍涨价。我累死累活才赚几个钱，他们囤个药就能翻倍赚。刚刚好，手头还剩40枚下品灵石整。丹药收好，1阶极品凝元丹适合在冲击瓶颈时使用。多谢徐道友，在下就是打算冲击瓶颈时使用。对了，上次去你家的劫修，你真没什么线索？他还惦记着林随风那事。你是炼气7层，总该能与其过几招吧？真没什么线索，而且我也不擅长打斗，从头到尾都是靠青藤互动撑到治安巡逻队赶来。行吧，以后我若抓到此人，便找你过来认一认。没问题，那在下就先告辞了。他和徐上官关系果然不浅，给我记住那个叫叶庆的家伙。头，我们记住了。以后见到叶庆，给他一个教训。头放心，肯定让他长记性。要不着痕迹，别被人拿捏把柄。还有那位叶道友，打听打听他家住哪里，以后多去那附近走走，保护清河坊的良民。同是徐氏丹阁，价格应该一样吧？1阶极品凝元丹多少灵石1枚？6枚下品灵石1枚。什么？你们是不是骗我？刚刚另一家徐氏丹阁才卖54钱灵沙。公子，刚刚收到消息，行情又变了。青云宗炼丹堂有人在血骨真人洞府那边陨落了。炼丹堂出事，丹药还要涨，给我5枚1阶极品凝元丹，立刻马上！公子，店里只剩3枚存货，3枚就3枚，速度！还差2枚，必须凑够。5枚到手，加上身前那枚，一共6枚。余下10枚下品灵石，正好买致富灵材。公子要些什么灵材？朱砂，我要够用一段时间的量。6枚极品凝元丹，可以增加1年半修为。青帝遮天经炼化效率更高，或许能抵2年苦修。即便不到炼气8重，也能让灵力涨上1阶。只要财力够，修行果然简单许多。是他不在青楼待着，跑来这儿做甚？洪道友。叶道友，你总算回来了。洪道友，这是？叶道友，我如今已是孤家寡人，住上一晚，不知叶道友能否收留我在此间住上一晚？不行不行，开什么玩笑？这可是曾经伙伴的遗孀。我都低升到这一步了，他竟然连门都不让我进。这种麻烦比劫修还不好处理。丹药到手，不能浪费时间。公子白天说的到底算不算数？6颗1阶极品凝元丹，差不多增了2年修为，青木灵力总量大概提升了3成。换做以前，想多1成灵力都得苦招数年。这消耗速度，18日就要烧掉1枚下品灵石。若不是青云宗那个丑东西，我哪至于每次修行都开阵？等我晋升炼气8重，他若再敢来，腿都给他打断。醒醒，洗漱吃饭，今日还要出门。老去同一家，容易引人怀疑。你手头有没有青木盾？匀一张给我，我出高一点也行，匀我1张。没有了，仙宝铺掌柜刚放出话，就被人抢光了。竟然这么快就卖光了。
我前几日亲眼看到老刘在坊外用青木盾避开一头凶兽奇袭，要不是那张青木盾，老刘不死也得断条手。你们说，这青木盾到底是哪位符师的手笔？已经有人开始打听符师了。仙宝铺掌柜可曾透露那位符师的消息？哪里能？他不想开店了吗？若有大人物过问，他不想说也得说啊。看来名气越来越大，不是好事。青木盾好用程度远超我想象啊！名气越大，风险越高。短时间内，出货量必须控制。赚零食要赚，但不能把自己摆到台面上。公子要买符纸还是朱砂？30打1阶下品符纸，3金1阶下品朱砂。公子稍等，小店这就给您备齐。这些灵材，保底能出70张青木盾，余下4枚灵石不能全花光，身上还有6张中品青木盾，暂时够用。给我一半，别逞强。有个丫鬟，确实省心太多。75张，比我预想的还多5张，不错。1个月时间，青木盾只怕已经在小圈子里越炒越贵。10万大山最不值钱的是人命，最值钱的也是人命。一次少出，价格高，风险低。小南，我出去一趟，你没事就别出门。公子放心，我就在府里等你。南边黑市熟人少，适合出货。黑市附近，这点遮掩手段会被默许。道友，要买东西还是卖东西？小的都能牵线。这些都是小咖，没必要浪费时间。老板，你们这里收符箓？收什么品阶？什么符箓？1阶下品青木盾，你们这里怎么收？给个实诚价，低了我转身就走。青木盾，道友里面请，咱们坐下慢慢谈。阁下手里有几道青木盾？先说价。阁下也是有备而来。最近青木盾在黑市里价格确实高，血骨真人洞府那边厮杀的越厉害，这符就越值钱。1张3枚下品灵石，你有多少，我收多少。这些家伙真能炒啊，竟然炒到3枚灵石1张。等血骨真人那边尘埃落定，价格必然下跌。阁下此刻不出手，留在手中也不怕砸了。你说的有理，我手中也不多，一共10张。10张，转手至少还能赚5枚灵石。10张30枚，剩下的慢慢出。黑市交易，少做痕迹。他总不敢当着外人不认我这个伯父。岳道友，此人刚刚在此间鬼鬼祟祟，说是你的伯父，你可认识？我不认识他。多谢丁道友，以后有空我请丁道友喝酒。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公子你回来了，这位姐姐从青云宗外门来，说有叶云小姐的消息。姑娘，家门有什么话要带给在下？你还不知道吧？前些时日，叶云接了个任务，他跟着外门陈指示等人前去清剿凶兽。叶云什么时候跑外面去了？现如今他们在坊外遭遇了一些危险。是何种凶险？叶云如今状况如何？放心吧，只是些许意外而已。叶云跟着陈指示他们行动，不会有什么大凶险。我还有事，先行告辞。等等，你想做什么？姑娘此次下山，可是前往坊外支援？是又如何？能不能告诉我，叶云此刻在何处？他不是灵根萎靡数年了吗？怎会随手拿出灵石？告诉你也无妨，可你并无修为，就算知道了，也无法离开清河坊。姑娘但说无妨，我也只是想多了解家妹此刻的情况。青云宗往南200里。有血骨真人洞府出事，你听说过吧？怎么会和那地方扯上关系？是有听说过，和那边有什么关系？陈执事有点私事，所以过去了一趟。现在他们被一群劫修盯上，外门已经派人赶去救援，我也要出发了，别再拦路。姑娘请。明明是清剿凶兽，却探出血骨真人洞府里的宝贝。陈执事，这个狗屁倒茶的玩意儿，自己贪也就罢了，还带上小妹他们，蠢猪一般。公子。现在如何是好？没事，小妹洪福齐天，命硬得很。我要出去一趟，
不知要多久。你先去李一莲的老宅住，那边安全点。公子一定要平安回来。也可能是林随风设局引我出访，但事关叶云，必须去。我不能拖公子的后腿。等我回来，越早赶到，小妹越安全。炼气4、5层都敢去，说明大头多半已经被瓜分。若是几个没捞到好处的劫修盯上小妹，那就麻烦了。炼气后期，200里地不算远，不过若会御剑飞行就好了。等这件事结束，得想办法弄一门御剑飞行术。这里这么大，小妹到底在哪个方位？青云宗外门弟子，他可能知道叶云方向。救我！叶云在哪儿？快说！叶云在哪儿？救我！先救我！说，叶云在哪儿？我马上给你疗伤丹药。我根本没有疗伤丹，他已经撑不了多久。在那边，他往那边跑了。小妹，撑住！小姑娘，别再跑了！我不能死，我死了，老哥怎么办？我们求财而已，又不害命。把东西交出来，老头子留你一命。不能停，绝不能停！你真敢杀青云宗弟子，就不怕青云宗找你算后账？在清河坊，老头子还忌惮青云宗几分，在这儿，青云宗可当不了你的靠山。小妹。小妹，等一下，他在用防御术法撞人。等一下，等你娘的！敢动我妹，我弄死你！老哥，真的是老哥。威胁解除，先看小妹。我是在做梦吗？小妹，你没事吧？让哥看看你伤到哪了。天杀的劫修，青云宗外门弟子也敢动？哥，我只是灵力枯竭了，身上只是些皮外伤，没伤到根本。那就好，走，我们回清河坊。此地太凶险，不宜久留。差点忘了，劫修身上的东西不能放过。储物戒，劫修这么赚钱，比储物袋还高级。这东西绝不能在这里查看。走，此地不能久留。真的是老哥，他真的来了。能把那老东西打成这样，来人不好惹。储物戒的事，回去再说。哥，你什么时候恢复的修为？就前段时间。原来当初灵根萎靡，是我吃了不该吃的东西，结果这次因祸得福，不仅恢复，还比从前更强。太好了，哥，你现在是什么修为？我啊，区区炼气7层，不足挂齿，但当你的靠山足够了。炼气7层，好厉害！炼气后期，在外门已经能担任执事。小妹，你们这次到底怎么回事？给哥说清楚。我们本来已经完成任务，只要在原地驻守，等换班修士过来便可。可是带队的陈执事借口有事，他其实是想看看能不能从洞府那边捞到好处。果然是贪心害人。随后我们准备回城，结果被一群劫修盯上，陈智慧带着伤，不是对方的对手，我们就被打散了。青云宗已经知道了，我就是从一名青云宗外门女修口中得知，她说是你特意叮嘱她，有消息就来通知我。跟我关系好的几位都在坊外，我也没叮嘱过谁啊。果然，那女修极可能是诱饵，给我下套，我倒要看看你打不打得动我。那小子若真出去找叶云，可能死在外头，也可能无功而返。希望我的储物袋还在他身上。越接近清河坊，越不能松。来了！光天化日，离清河坊这么近都有劫修，他反应怎么这么快？不能恋战，先入清河坊。再让他进坊就没你机会了。哥的青藤护盾竟然这么强！只要进了人多的地方，他就不敢继续明着动手。那边什么动静？停下！回到清河坊就安全了，比上一次轻松多了。他砍个几十下，
也破不了此盾。好在这位劫修的飞剑一时半会破不了青藤护盾。废物！埋伏你叶修爷爷，你打得动你爷爷吗？气死我了！劫修，大白天的怎么敢跑出来啊？这是哪位同道？好大的胆子！拥有飞剑，修为不低啊！青藤护盾挡得住飞剑吗？好像是1阶极品青藤护盾，这人有病吧？把这门术法练到这么高做甚？那位为何不施展飞剑所附着的术法？飞剑主攻伐，如果施展上面的攻伐术法，青藤护盾根本挡不住的。可能是怕泄露了身份。该死，这是只乌龟呀！他不敢暴露身份，那我就替他暴露一个。林师兄，我兄妹俩什么时候得罪过你，值得你蒙面暗杀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林师兄，老哥认出来了。你面筋掉了，我认得你。什么？面筋还在，根本没掉。上钩！再动手，身份就彻底藏不住了。人越多，他越不敢追。进来了，终于进来了。林师兄，你要是再咄咄逼人，老子就要去告状，看看你是不是一手遮天。他竟然知道我的身份，这该怎么办？今日把话摊开，后面他就不敢轻举妄动。哥，你说那位是赵老祖门下的林师兄？这个二货和我结怨了，不过无妨。今日把话摊开，互相忌惮之下，他后面不敢轻举妄动。赵老祖门下，这事比我想的还麻烦。但凡有点脑子，也会沉寂一段时间。再过一段时间，这臭逼要是再敢来，那他可就跑不掉了。公子真的把叶云小姐带回来了。这么说，李义莲觉得你成了凡人，跟小南颇为般配，所以把她托付给你了。这女人倒是凉薄，跟了自己这么多年的丫鬟，也不舍得带在身边。叶云小姐是不是也不喜欢我？小南，我不是在说你，你和李玉莲不同。既然你来了叶府，以后就是我们自己人。叶云小姐，我去烧些水给您沐浴。哥，这是啥？这是青木盾，保命的好东西。如果你这次有它傍身，那老头都追不上你。若当时有它，真的能逃掉。这些符箓留给你防身。对了，还有这些灵石，你在青云宗修行，处处都要花销，留着用吧。不够再跟哥说。哥，你哪来的这些符箓和灵石啊？我得了一门符箓传承，都是自己赚的，这件事要保密。的确要保密，不能被人知晓。老哥，你如今灵根恢复，修为还是炼气7层，我应该帮你物色一位嫂子了。嫂子不急，还是修行更重要一些。反正家里有小南照看着，也不会乱。你回去以后记得小心那个姓林的。没事，我是青云宗弟子，他不敢在宗内乱来，不然赵老祖第一个不饶他。宗门内不敢乱来，不代表不会借别的手段。青木盾、灵石、林随风都要记住。符箓、灵石、储物戒，接下来该看看这枚戒指里到底有什么了。那个劫修不是炼气7层，也至少是炼气6层，结果被我的青藤护盾撞一下就失去战力。可见青藤护盾虽然不是功法术法，在斗法之中也十分好用。这个方向没有错，不过我的手段还是太匮乏了点，缺一份御剑飞行之术。青藤护盾始终是外力，应该双管齐下，炼体之术也得弄一门。没了，就一枚御剑。第1层，以1阶凶兽青文珠的心头血，附以生血草，取精华，熬制成秘药，每日服用，100日可成。10年可达第5层，当有金丹之慧。此法乃老夫血骨真人秘传之术，擅自修习者，老夫必灭你9族！我的天，手中御剑竟是血骨真人留下的秘传之法，这是炼体之术。难道这枚储物戒是？那个劫修老头恐怕是得了不得了的机缘，结果贪心不足，不找个地方躲起来，还要在外头招摇撞势。如今这好处白白便宜了我。血骨真人也是的，都死了多少年了，还要吓唬后辈，一点格局都没有，谁会怕个死人？这妖血铸体大法的确是一门不错的炼体之法，第2层就能媲美炼气13层修士，
第3、第4代表筑基4阶，第5层若是炼成，则为金丹初期。也不知核心传承落入谁人之手，大概率是被青云宗那位赵老祖所得吧。这枚储物戒留在身上是个隐患，不如直接洗货。小修，好巧啊，准备出门。伯母，你在这儿做甚？还不是你伯父，因为一点误会被治安巡逻队给扣下，说要关上7天。我想着请你过去说说，化解了误会，我好接他回家。治安巡逻队应该不会乱抓人吧？伯父最近是不是犯事了？还不是你这小子，怎样才能去化解误会？化解个屁！就在里面待上7天吧。好你个叶修，自家伯父也如此对待，你爹若是还活着，定饶不了你。伯母，我爹要是还活着，你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？以前叶清风虽自私自利，也好歹顾念一点亲戚。果然是家无贤妻，腹有祸事。这枚储物戒极可能是从血骨真人的洞府里挖出来的。要洗货，那就得找最有名气的中介。刚好当初爹闲谈时提及过一人，那位所在的黑市也是清河坊里关系最硬的黑市。爹以前的命战就是他手中购买的。就是这儿了。公子，中仁堂只做20枚下品灵石以上的大生意。让开！我像是没眼力见的人吗？公子里面请。不是炼气13层，也是炼气12层，好羡慕啊！在下中仁堂掌柜，公子想做什么生意？功法、术法、丹药、符箓、灵材、法宝中间人，此间应有尽有。要是公子想找一个灵根上佳的道侣，此间也有诸多选择。路子还挺野。我要洗货。洗货？原来是老朋友介绍过来的。说说看，你要洗什么样的货？就是这枚储物戒。储物戒有10方大小，这样的储物戒价值已经超过1阶极品的法宝，市场价大概在200块下品灵石。据我所知，就是洞府区里的不少筑基老祖也没有这么好的储物戒。你可知道洗货的规矩？知道，我要求不高，洗成一枚3方大小的储物戒便可。是懂规矩的人。他来路干净，青云宗炼气堂堂主亲手炼制，内有3方大小，带着他不会给你惹来任何麻烦。公子可有其他生意？我需要一门御剑飞行的术法。御剑飞行，此术在清河坊内也只有青云宗内门弟子才能接触，因为每一种御剑飞行之术，同时也是一种杀伤力极大的剑术。不过老朽这边的确有一门御剑飞行之术，但它的速度不高，灵力损耗挺大。唯一的优点是它足够便宜。若非看在公子今日给老朽开了张，此术老朽也是要挑人售卖的。售价几何？20枚下品灵石。此间只做20下品灵石的生意，这是最低价了。好像也不是特别贵。有了此术，赶路时就方便许多，200里地都无需半个时辰。要了。听这名字就知道它的速度不快，但总比脚力快上许多。难怪都说制服师的日子滋润。除了制服需要占用修行时间外，如果手艺足够熟练，符箓足够有市场，这赚取灵石的速度，寻常修士想都不敢想。今天夜已深，明天再去看看1阶极品凝元丹的行情，先试试玄龟飞剑术。先这样，再这样，不对，气息怎么断了？哪里出错了？原来是这样。什么？1阶极品凝元丹已经涨价到10枚下品灵石，所有丹药都涨价了，为什么？血骨真人的洞府不是已经开发完了吗？那边发现了一条灵矿脉，
青云宗、寿灵谷、巨剑门已经开战，要定下灵矿脉的归属。没想到一夜之间竟会有如此变故，难怪丹药要涨价。如果这条灵矿脉被青云宗得到，所有东西都得一应提价，那灵石必然贬值。公子赶紧下手吧，凝元丹已经不多喽。寿灵谷和巨剑门的实力向来在青云宗之上。不买了，我过几日再来。如果青云宗没抢到灵矿脉，丹药价格必然下沉。最多也就几日内便有结果。如果赌赢了，手中的灵石就能恢复原有价值；要是赌输了，怕个锤子！我是制服师，大不了多花点时间制服。老哥，这次青云宗赔惨了。听一些执事聊天，好像连赵老祖都在此战中受了伤。最后青云宗整整赔了一大笔灵石，才让寿灵谷与巨剑门消气。如若不然，青云宗估计连宗旨都保不住。赵老祖都受伤了，看样子这次争夺灵矿十分激烈啊。如此看来，这座灵矿脉有可能存在中品灵石。早就听说中品灵石是破境的绝佳之物，我活了19年，也只是听闻此物，不曾见过。哥，你这段时间没事就别出去了。寿灵谷和巨剑门的修士还在附近游荡，如果与他们起了争执，青云宗是不会管的。我晓得，你这次下山是专门为了提醒我这件事。倒是你，回去以后姓林的可找过你麻烦？林师兄没有找过我，倒是李一莲那边，听说他修行进境迅猛，如今已是炼气4层。按照这样的速度下去，也许再过7、8年，他就有资格冲击筑基之境。不愧是天灵根，这样的修炼速度，我想都不敢想。我看你也不差，灵力比之前精纯了许多，再有1、2年也能晋升炼气6层了。我用灵石买了一些1阶中品凝元丹，每一次服用都能增长不少修为。身上的灵石可还够？不够的话，我这里还有一些。够了够了，等我花完再说。没有其他事，我先回宗修行了。3个月后外门大比，如果我能取得好名次，有机会进入内门修行。到时候你要来给我加油，我顺便介绍一些师妹给你认识。放心，准时到。曾经的小不点儿，如今终于长大了，不知不觉都要竞争青云宗内门弟子之位了。小妹修行功法一般，所以1阶中品凝元丹更适合她。如果她的功法炼化灵力效率足够强，吞服1阶极品凝元丹才是最佳选择。短时间内晋升6层没有问题。可惜青帝遮天境无法外传。你们这群奸商！我前几日刚花12枚下品灵石买的极品凝元丹，你们现在只愿意花4枚下品灵石回购，太无法无天了！我不管，你们必须原价买回去。今天要是不买回去，我就赖在这儿不走了。我看你们怎么做生意！都来看看这群奸商的丑恶面孔啊！这位兄台财大气粗啊！12枚下品灵石的凝元丹也敢入手？最近这些丹阁的确过分了。我买的疗伤丹也崩盘了，还想着囤积一波。谁让你们高价入手，砸手里了吧？不如留着服用好了。阁下站着说话不腰疼。1阶极品凝元丹现在什么价？已经恢复原价了，5枚下品灵石1颗。还有多少？不多了，这一柜就剩这些。我全要了。公子确定全要？确定，全要。公子爽快，这些极品凝元丹都归您了。估计我之前出的货还在流通，等上一段时间，价格还得涨。20颗极品凝元丹应该足够我再冲一冲，丹药到手就不能再拖，修为才是最大的底气。极品凝元丹的药力比中品丹强太多了，青帝遮天经炼化的越快，我能承受的药料就越多，灵力总量在涨，比我预想的还快。到了，就是这道关隘，稳住，只差一步，不能散。炼气8层了，以往难以普及的境界，在3年沉寂之后，短短半年不到便已达成。我这样的修为跟叶清风相当，比那泼妇差一筹。与姓林的比较起来，就算还逊色一些，他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。听说青云宗内门弟子里，炼气8层也可位列中流水准，只不过19岁的炼气8层，必然是不多见的。
炼气8层已成，接下来要补的就是炼体和保命手段。极品凝元丹若能继续买到，修行速度还能再快一些。半个月吗？那还是先试试妖血铸体大法。妖血铸体第1层的灵材，普通铺子未必齐全，得一家家问。生血草、聚精花这些不难，真正麻烦的是凶兽心头血。看来普通灵材铺没有，要找专门做兽材生意的铺子。这种地方味道重，路子也杂，但偏门货往往就在这里。就是这家。偏关这么多，应该不是临时摆摊，货源还算稳定。客官随便看，我这家小店1阶下品凶兽和1阶中品凶兽都有，就看你要哪一种。不用慢慢挑，先问青文珠心头血。1阶中品凶兽青文珠的心头血有没有？心头血，这可是好东西。一头凶兽只能提取出1滴心头血，阁下是用来炼丹还是制服？这不是你该问的问题。青文珠的心头血有，但1滴就要10钱灵沙，我这里有10滴，你要多少？10钱灵沙，成年青文珠的心头血，倒也不是乱开价。价格可以，先看货色，如果成色可以，我就都要了。阁下都要了，10滴青文珠心头血，一共得100钱灵沙，10枚下品灵石而已。若真能炼体，花得值。我知道，我要看货。他找得这么仔细，说明这东西确实不常卖。这就是青文珠的心头血，一共是10滴的量。先看灵性，再看血气，若虚隐不显，多半就是掺了假。货挺板账，我都要了。10枚下品灵石换10份秘药的关键材料，1滴青文珠心头血可以炼制1份秘药。不过妖血铸体大法第1层需要连续服用100日秘药，仅仅是青文珠心头血就得花上100枚下品灵石。此法颇为昂贵，但血骨真人选择修行，必然有其精妙之处。若能在斗法上多几分保命能力，也是值得。心头血只有10滴，其他材料也按10份来配。先是第1轮，算下来一共花了20枚下品灵石，等于1份秘药成本需要2枚下品灵石。灵石花得快，符纸和朱砂也得补上，后面还要靠制服回血，还剩39枚下品灵石，不能再乱花了。那里怎么围了这么多人？这是内坊核心街区，治安巡逻队常年巡查，能出什么事？这些天杀的劫修怎么敢在此间动手？治安巡逻队的修士都不管了吗？住在这里若还要担心劫修，和住在外坊有什么区别？我花了整整30枚下品灵石，才在这里买下1间2居室。如果都不能住得安心，这笔钱不是为了狗？劫修敢在这里动手，这事不对。能让这么多修士围在这里，绝不是普通冲突。可怜了洪大师啊！堂堂炼丹师，竟就这样被人灭了满门，洗劫一空。洪大师炼气9层，还是丹道高手，竟然连求援都来不及。公子，这些劫修胆子也太大了吧？的确是胆子太大了。我们这边已经多少年没出过这种事了。徐武也在，这事已经归治安巡逻队高层处理了。先弄清楚对方怎么动的手，再判断叶府安不安全。徐道友，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？有亡命之徒闯入洪道友的府邸，灭了洪道友满门。我已经查过了，洪道友浑身上下都被搜刮得一干二净，没留下任何东西。此间也没有丝毫有用的线索。对方的手段十分干净，不像第一次犯案。连防御阵都没能挡住对方，洪道友不至于无法呼救吧？洪大师的阵都挡不住，那我叶府的阵……防御阵顷刻间就被击碎，那道阵法至少能挡住炼气12层的全力一击，所以我们怀疑出手之人修为在炼气13层，甚至可能是筑基。炼气13层可能是筑基，我的防御阵也一样拦不住。若他盯上的是丹师和符师，那我制服师的身份也不能暴露得太狠。他应该不会对你出手，他的目标必然是洪道友这样的丹师或是符师之流，他们身家不菲，才值得冒此风险。他有可能和你上次遭遇的劫修是一伙的，你有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？真没有啊。他说不会对我出手，只是推测。真要赌命，不能靠推测。连丁武都不敢把话说清，说明巡逻队内部也没底。回去先看净室有没有外人踏足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没有脚印，阵纹也没被碰过，暂时没人进来。可就算没人进来，这座防御阵也挡不住炼气13层，更别说筑基。公子，或许对方干完这一次就会前往其他房室，不会在这里逗留。说他真是筑基，叶府就是一层纸。赌他走，等于把命交给别人。不能赌，他们光脚不怕穿鞋的。洞府区靠近青云宗山脚，住在那里至少比叶府安全。今日就办，越快越好。走，我们去洞府区那边问问有没有洞府出租。先不去洞府区，房子得马上出手，趁消息还没彻底传开，核心街区的房价还撑得住。
这套宅子不能砸在手里，卖给别人有罪恶感。卖给叶清风刚好，伯父惦记这宅子不是1天2天了，今日就让他如愿。你怎么来了？堂妹，有几年没见了吧？炼气3层了，不错不错。我今日来拜访伯父，你带个路吧。去，我爹现在没空，不会见你。他越不想让我进去，越要用最短的话吊住他。那就可惜了，伯父一直想要我手中这套房来着。等等，你要卖房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我喜欢来着？那你跟我来。急成这样，看来他们是真想搬进核心街区。你真要卖房？为什么？伯父总惦记着这套房，思来想去，还不如卖掉算了。大家亲戚之间以后见面也好有个好脸色，不是？小修，你的性子伯母最了解不过了。如果不是出了什么事情，你怎么会把这套房卖给我们？你就是随便找个人卖出去，也好过卖给我夫妻2人吧。卖给别人会有罪恶感，不如就老老实实开门见山的说道。伯母的心思总是细腻，既然2位看起来不太想要，我就找别人问问看。那个街区已经数10年没人出手过房屋，但想住过去的修士何其多，我还怕砸在手中不成。告辞。数到3，他们必留人。爹娘，小修，来坐下，咱们好好聊聊。不知道你想卖多少？不多，50下品灵石。你们讲价我就走。果然动心了，50下品灵石，他们只会觉得捡了便宜。50下品灵石，小修，50下品灵石可不是一笔小数目，是这个价格，我们的确满意。你今日房契带来了吗？自然是带来了。房子出手再搬，亏本生意我可不做。小修，以后有空常来大伯这边坐坐。好说好说，那没其他事，我就先走了。不能拖，洪大师那事传开前，必须把住处定下来。走得有点快呀，这小子。傻子才回头。接下来只看洞府区有没有合适的住处。都拜入青云宗了，还如此毛毛躁躁，下山有何事？爹不好了，叶修是炼气7层，他修为压根没废。什么？炼气7层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给我说说。这小子修为没废，还急着卖房，难道那套宅子有问题？洪大师一家被劫修灭了满门，就在叶修那条街附近。此事当真？爹，娘，小妹，你们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对了，爹刚刚不是说有个好消息告诉我吗？是什么好消息？叶修小儿，我要宰了他！夫人莫冲动，这里可是清河坊，咱们也不是劫修，消消气，消消气，总有办法的。爹，闭嘴！但凡早点回来，也不至于出这档子事。就在刚才，叶修过来了一趟，把房子卖给我们了。什么？那岂不是？别慌，等青云宗抓到那个劫修，这房子就不算砸手里。房子卖了，灵石到手，身后这口锅也甩出去了。越靠近青云宗山脚，越没人敢乱来。有储物戒就是方便，不用搬一堆东西，也就不会惹人注意。先租不买，安全最要紧。看这反应，洞府出租的生意不算冷清。公子，这13座洞府都是要出租的。这3座洞府主人均是筑基修士，洞府有2阶下品防御阵护持，每个月租金10枚下品灵石。2阶下品防御阵，至少比叶府那套可靠得多。剩下10座洞府防御阵只是1阶极品，但租金自然也便宜，每个月只要5枚下品灵石。这么贵，租1年都能买我先前那套宅子了。1年120枚下品灵石的租金，足够买一件1阶极品法宝。修士闭关一次就是数年，若能买下，反而比长期租更稳。有人卖吗？没人卖的，此间洞府只出租，不会有前辈拿出来售卖。要在这里拿下一块地，修建洞府，需要与青云宗关系极好才有可能。真要出售，那价格也必然是常人无法承受的天价。能够安稳修行的地方，在10万大山，在清河坊，绝对价值不菲。这个租金是怎么交付？如果是租这3套洞府，先付1个月租金，押2个月租金；如果是这10套，付1个月租金，押6个月租金。1阶极品防御阵还是不够令人安心，2阶下品还差不多。既然搬过来了，要住就住好一些。那就这套吧，押1付2，对吧？签契约。30枚下品灵石，买一个晚上能睡踏实的地方，值。每个月10枚下品灵石，努力点制服，付起来不难。不过以后倒是要弄一座属于自己的洞府，每个月交租金也很心疼。洞府主人是筑基，能不见最好别见。对了，我和洞府的主人不会见面吧？哪里会？人家前辈之所以拿他出租，是因为前辈有更好的修行之处。不见面就好，和筑基前辈打交道变数太多。那就好，越往里走，灵气越浓，巡逻的气息也越强。这里好气派啊！只是洞府门户，
就已经比叶府那座防御阵稳得多，难怪能成为洞府。仅仅是这道门户，就比老爹留下的防御阵耐打。玉牌能开门户，也就代表契约已经生效。门一关，外面的麻烦至少隔了一层。有尘埃，说明许久没人住。没人住也好，清静。灵田一亩，灵泉一口，这地方不只是安全，日后还能慢慢经营。小南，以后住在这里就安全了，除非那些劫囚疯了，不然根本不敢踏足此间。小南胆子小，先让他忙起来，也能安心些。防御阵、预警阵都得在净室才能开启。这洞府的阵纹布置比叶府复杂太多，难怪足金敢收10枚。真正能保命的东西就在这里。2阶下品防御阵竟然有4个灵石槽，需要4枚下品灵石才能开启吗？真是吞金兽啊！好在平日无需开启此阵，有洞府门户守护就足够了。若真有劫囚不开眼，触发门户，我也能有所察觉，再开启此阵不迟。住处定了，接下来才轮到修炼。接下来就试试妖血铸体大法第1层。秘药不是丹药，好在配方完整，只要火候和分量不差，应该能成。颜色倒是对，可这味道，这是人喝的东西。好臭啊！公子你在做事？2枚下品灵石1碗，臭也得喝。味道比我想的还离谱。你忙你的，和凝元丹相似，但凝元丹凝聚的是灵力，这秘药凝聚的是气血，气血一下子充盈起来了，力气也在涨。炼体消耗的是气血，而这副秘药等如于直接让我节省了炼体所耗费的时间。排出的杂质越多，说明这秘药真在淬体。这饥饿感像几个月没吃过东西一样，但同时气血也消耗太深，之后得准备一些血食放在家里。难道说妖血铸体大法除了让我体质变得更强，还能收获凶兽相关的能力？每日一副秘药，百日可成，难喝也得喝满100日。修炼烧灵石，制服就得跟上，不然这洞府都住不起。玄龟飞剑术虽慢，总比2条腿赶路强。炼体、制服、炼剑、修行，暂时就这么循环。10分用完，才刚开始，还得再购置一批灵材。好在还剩下59枚下品灵石，在下一批青木盾变现前足够花销。气息很雄浑，炼气圆满，但不知是9层还是10层往后。能住在洞府区，又不是筑基，多半背后有人。道友好，在下刚刚搬过来，还没来得及登门拜访。你是这座洞府的新租客？正是。还真傲，也正常。能住在洞府区的，哪能没点背景和实力？并非筑基，却能住在这里，大概率是某位筑基老祖的道侣。初来乍到，少说少问，先把自己顾好，灵材补齐，才有继续炼体的本钱。身上还有59枚下品灵石，不能随便乱花。这次运气不错，20份秘药灵材能一次凑齐，灵石从59枚降到19枚，炼体真是烧钱。20日后还得再买，不能只靠存款撑。极品凝元丹还是没货，修为提升只能先缓一缓。青木盾价格若回升，下一批就能补回这次花销。过了小1个月不到，价格又缓缓回升了一些。看来保命符箓始终不缺买家。又是内坊的事，你们听说了没？最近咱们内坊出了一个血手人屠啊！咋回事？前段时间红丹师不是被人灭了满门，就在隔壁街，陈服师也遭殃了。啊！我没记错的话，陈服师是炼气10层吧？对啊，就是炼气10层的修为都遭殃了，一家老小33个人无一生还。治安巡逻队都是吃干饭的，这也不管管？怎么不管？听说青云宗鏖战堂堂主都亲自带人下来了一趟，我估计这段时间那位劫修是不敢动弹了。果然搬家是对的，这也太疯狂了！接连制造这种大案子，杀的不是丹师就是符师，都在内坊有点名气。这位劫修是走投无路了还是咋的？最近还是少出门，外面不太平。这位气息不弱，年岁也大，多半是洞府区的老住户。前辈，小友刚搬来的吧？前段时间就看见了，只是小友一直在闭关，老朽也就没有登门打扰。老朽姓李，是一位丹师。原来前辈竟是一位丹师，失敬失敬。你以后见了那位，可别擅自去打招呼了，他的姘头来历不俗，小心惹上麻烦。多谢前辈提点。有空来我这儿喝喝茶。这洞府区的道友，我多少都认识1、2。洞府区的邻居，看来一个比一个不好惹。刚刚不是错觉，自从吞服秘药，每一日我的气力和感知力都在提升。不对，刚刚在那位李丹师身上闻到了一股极其浓郁的血腥气，急于令人作呕。这绝对不正常！血手人屠，丹师，洞府区邻居，不能确定，但也绝不能当没闻到。难怪血骨真人要修炼妖血铸体大法，此法果真神异。我连第1层都没有练成，就已经能够感知他人身上的气息。这个老头，难道是个大劫修？红丹师和陈服师的案子，会不会就是他犯下的？
死，他怎么会住在洞府区？兔子不吃窝边草，他应该不会吃我吧？不然，跟徐武通风报信一声，让治安巡逻队来解决此事。可没有证据，没有证据就惊动他，等于是把自己推到明面上。我现在实力不够，查不了，也斗不过，暂时不吭声，先躲着修行，提升自己的实力。不知不觉入住这座洞府已有1个月时间，中介登门收取10枚下品灵石租金后，我的身家只剩9枚下品灵石。看似昂贵的租金，却让我这个月里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。如果不是隔壁那位李丹师的存在，安全感显然更足一些。已经连续服用了30日秘药，我的气力不费吹灰之力。如此反复上百下，才感觉肌肉有些疲惫。这仅仅是30日秘药带来的好处，等余下70人服满，我这力气可能还要更可怕。真正的好处应该是我的感应力。风吹草动，能感觉到；虫子在花蕊上爬过，也能有所感应。静下心后，仿佛天生就拥有这个能力。这种能力若用在斗法里，或许能提前避开对方攻击。小南，你用这个剑刺我。来。他动作很慢，但我已经能提前感到剑尖方向。这种闪避已经不是单靠眼睛，而像身体自己先知道了。公子，我根本刺不到你，你真的闭上眼睛了，没偷看吧？当然没有偷看，这种能力好像成为了我的本能，根本无需灵力激发。闭上眼睛时，不管小南从哪个方向刺来，本能都会做出闪避动作。小南并非修士，修士的飞剑会更快。下次与人斗法，找个机会印证一战。30大1阶下品符纸和3金1阶下品朱砂，全都变成了青木盾，一共80张。制服雕炼又有所提升。从中人堂走货，可以省去不少麻烦。道友这手笔，小懒佩服佩服。这段时间，此符箓在清河坊已经颇负盛名。如今一道符箓可以炒到4枚下品灵石，可谓是天价。4枚？根据我收集到的线索，价格也就在2枚到3枚之间起伏不定。怎么会是4枚？近日，清河坊出现了不少兽灵谷和巨剑门的修士，他们其中有不少人也对青木盾颇感兴趣，暗中收集。所以在更高层面，青木盾的价格已经达到4枚下品灵石。下面不知内情的修士用2枚、3枚的价格收购，根本收不到。原来如此，这位中人堂掌柜的确如我爹所说，办事公允，做事讲究。幸好当初传授给我的是符箓之术，如果是丹术，1阶下品丹药再如何，也卖不到这种价格。道友既能来中人堂，也知晓我堂声誉，240枚下品灵石，我堂一笔付清。这之后，他们卖到什么价格，便与道友再无瓜葛。后续的风险，我堂自行承担。如何？成交。完成交易后，身家再次暴涨到249枚下品灵石。灵石到手，接下来极品凝元丹、秘药、制服材料都能补齐。道友，这段时日清河有点不太平，道友切记要小心一二。他觉得我是符师，所以提醒我小心节修。还好我符师的身份一直不曾暴露，闷声发财便可。灵石到手，先把该买的东西全部补齐。5枚下品灵石1颗，20颗就是100枚。接连跑了好几家，才凑齐20颗极品凝元丹。极品凝元丹到手，修为提升总算有了保障。接下来是70份秘药材料，一次买齐，省得再出来冒险。70份秘药，一份都不能少，一共花费240枚下品灵石。刚入手的灵石又要见底了。极品凝元丹有了，秘药也凑齐了，至少闭关这段时间不用再出来。余下的9枚，花6枚买符纸朱砂，手里还剩3枚。极品凝元丹有了，秘药也凑全了，手中的制服灵材也够一段时间消耗。接下来便安心待在洞府里，等我炼气9层再出来。这次闭关，先冲炼气9层，再把妖血柱体第1层敷满。那么多修士和巡逻队在这儿作甚？紫衣女修的洞府出问题了？不会吧？小友回来了。李丹师身旁那几个人，气息太可怕了。筑基老祖，李前辈，这边出什么事了？为何这么多治安巡逻队的修士进进出出？唉，还不是劫修。那位道友死得好惨，听说先被人占了身子，然后被人残害。这老匹夫如此恶毒，这件事十有八九就是眼前这位李丹师干的。这些劫修简直无法无天。这气息又是一位筑基老祖，而且比旁边几位更凶。今天这场面已经不是炼气修士能插嘴的了。你们这群治安巡逻队是吃素的吗？洞府区的修士也能被劫修如此残害？
当着这么多人打治安巡逻队，这位张前辈有点嚣张呀！把这附近住的修士都喊过来，老子要问话。与其等你们这群废物磨磨蹭蹭，不如老子亲手来破案。附近住户都要被喊过去，连我也要去吗？李丹师太平静了，平静的不像旁观者。先别乱说话，这里筑基太多，错一句可能就是死路。所有附近住户都被带进来了，看来张庆真要亲自问。一家3口，男的炼气12层，女的炼气6层，女儿还未开始修行。独居青年瞎了一只眼，修为却是炼气13层。余下2人都跟李丹师一样，为筑基初期。青云宗传功堂堂的张庆，紫衣女修的姘头，筑基中期。清河坊里寻常筑基都是初期，筑基中期根本不是一个量级。李丹师几人在这位面前也显得十分恭求。炼气13层，独居，话少，眼神却不干净。轮到我了。修为几何？启禀前辈，晚辈是炼气8成。果然，这个修为在洞府区太扎眼。这等修为如何驻洞府区？莫不是劫修派来的眼线吧？一句话就把巡逻队的视线全引到我身上了。道友，我和你何仇何怨，要这般坑害在下？只是有理推测而已。这人是故意的。他说的对，你炼气8成，凭什么住得起此间？如果这件事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你就是劫修同伙，我马上杀了你！不能急，前辈，在下之前居住在红丹师附近，也算是内坊核心区域。因红丹师遭遇劫修灭了满门，在下心中惧怕，这才卖了宅子搬到此间，只想避避风头。等劫修被捉拿后，再去找个住处。之前就住在内坊核心区域，多少能说明我并非突然冒出来。前些时红丹师的确被灭了满门。你刚到此间，又有修士遭殃，好巧啊！这分明从我来的，我得罪过这家伙吗？世上哪有这般巧合的事情？行了，把此子抓下去审问。不能动，这里筑基太多，跑就是坐视心虚。等等，徐武来了。弟子徐武拜见张堂主。原来是小武啊！前几日我还和你师尊你爹一起喝茶论道，这洞府区的事儿也归你管，那可太巧了。你来看看我这位道侣死得多惨。那位劫修是与张庆有大仇，还是心理变态？张堂主，我们最近一直在追查的劫修已经有点线索，还请张堂主再给我们一些时间。他要替我说话。叶道友身家清白，自小在清河坊长大，前些时日也遭遇过劫修滋扰。这次他卖了宅子，搬到洞府区，也是为了躲避劫修，只是刚巧遇上了此事，还望张堂主明鉴。这次若不是徐武，我恐怕真要被抓去审问。原来他和你有几分交情，那就先不拿他。但是小武啊，你们治安巡逻队总该要给我一个交代，是不是？如果鏖战堂训练出的你们只有这点本事，我看以后治安一事就由我传功堂来统管好了。看样子，张庆是打算借此事，把治安巡逻队从鏖战堂那边抢到自己手中。治安巡逻队能牵扯的利益不少，光是黑市孝敬便是一笔不菲数额。张堂主请放心，治安巡逻队一定能揪出这名劫修。好，我只给你们半个月时间，半个月没有结果，就要按照我的规矩来办事了。暂时脱身了，但这事远没有结束。这个独眼的也不是善茬。徐道友，你这次来的太及时了，在下感激不尽。是丁武看见你被带进洞府，特意传讯于我。丁武道友，以后有事尽管说，在下能帮，必然不会推辞。叶道友客气了。其实就算没有叶道友，此事我也要通知上官。洞府区出了如此大案，影响十分恶劣。如若迟迟不能破案，治安巡逻队必定迎来一番从上到下的清洗。他的职位能不能保住，都是个问题。李丹师，那份丹药你多上点心。连张前辈都找李丹师炼丹，看样子李丹师的手艺愈发精湛了。张庆和李丹师早就相识，还专门找他炼丹。两位，我好像有一些线索与那位劫修有关，不如进我洞府详聊。姓李的，这次差点害我出事，不能再装作没看见。有仇不报非君子，今日就看能不能把这条线调出来。姓李的，本来你不在洞府区搞事，我还暂时不打算搭理你。这次差点害我出事，有仇不报非君子，爷爷弄死你！叶道友，你说有线索，是真的有线索？你们觉得犯下此等大案的劫修会不会住在此间？张堂主的那座洞府
有1阶极品防御阵，如果此阵开启，没有哪个劫修可以无声无息闯入，说明这名劫修与住在里面的女修认识，很有可能就是洞府区的住户。可能性极大。英雄所见略同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这不算什么线索吧？洞府区住户这么多，你也是其中之一，真要计较，你也有嫌疑。这可不敢乱说，在下一身正气，绝非劫修之流。叶道友，你别卖关子了，这件事关乎到清河坊的安定，也关乎到我们治安巡逻队的安定。若真有线索，还请直言。是这样，我们假设这位劫修是这里的住户，那么他刚刚很可能一直在看热闹。如果他发现二位进了我这儿，又听到我说有点线索，他会怎么做？直接闯入此间杀你灭口，我等可以守株待兔，擒拿真凶。不会，叶道友居住的这座洞府有2阶下品防御阵，是我爹亲手布置。对方想闯入此间太难。竟是他爹亲手布置？有什么好奇怪的？这座洞府是我家的产业。怪不得他如此有底气。说正题，这名劫修也有可能察觉这一点后直接遁走。如果无法肯定他会前来，我也不好申请让筑基老祖埋伏此间。如果他不来，这条线就断了。只能赌一赌了。赌的是我的命。丁武道友，事不宜迟，你带着我的玉牌去传讯，让我师尊亲自来一趟，找你信得过的手下，你别亲自前往。是。请他师尊亲自来，至少有筑基老祖兜底。真是晦气。如果是这个目的，那今晚肯定会有人来你这儿问询。这件事很可能牵扯到治安之士的归属，背后之人一定会排除一切阻碍。叶小友可在？李丹师，这么晚了，您这是？我对白天之事有点猜测，又不敢跟别人说，只好找叶小友聊聊。叶小友可方便？白天之事？难道李丹师知道那位劫修的身份？有一点猜测，只是那位身份太特殊，我怕说出去会出事。叶小友不是与那徐武姑娘关系不错，所以我想着跟叶小友聊聊，让叶小友去说道说道。果然是从下午的谈话来的。若是能抓到那位劫修，你我都能得到不菲的好处。李丹师太见外了，有啥不方便的？快请进。接下来就看他什么时候露尾巴。叶小友这座洞府，在洞府区内也算是最为顶尖之流了。老朽那一座也只有1阶极品防御阵，不像叶小友这座有2阶下品防御阵。是小子太过怕死了，也没多想便租住了此间。怕死好，作为修士就是要怕死，才能万年长青呢。不知下午叶小友与那2位聊了些什么？或许你我的猜测是一致的。李丹师，您猜的是谁？他不装了。是我在问你话，而非你在问我。就是现在。抓空了吧？小友这是有你个锤子！老王八露馅了吧？还装什么蒜？恭请前辈出手，擒拿此贼！成了。王道友，好久不见，今晚这是？李丹师，你我也曾同桌吃过酒，论过道，不曾想你竟是一名大劫修。那世间的大案都是你犯的吧？倒是让我这位鏖战堂堂主伤透了脑筋。这位就是虚武的师尊。王道友何出此言？什么大劫修？我怎会是劫修？这其中是否有何误会？不如……这不是我能靠近的层次。李丹师只是筑基初期，而这位青云宗鏖战堂堂主则是筑基中期。治安巡逻队的修士都在略阵，没有插手的意思。以他们的修为，还无法掺和筑基之间的斗法，两者实力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，前者近乎完全被碾压着打。这次多亏了你，我们终于逮住这位大劫修了。只是没想到会是李丹师。李丹师在清河坊内颇有名气。李丹师的炼丹技艺颇为高超，曾经为数名筑基炼制过筑基丹。根据记载，其接手的筑基丹成丹率有1成之高。1成之高，没想到这个老王八还是个人才。筑基丹这种宝贝，普通人炼制起来，可能100次都未必能成功1次。以后我炼气13层，也得自行凑齐筑基丹的灵材，要么自己炼，要么请丹师来炼。
战堂堂主的面杀人灭口！该死的玩意儿，敢在清河坊作案，敢杀我道侣，我要把你挫骨扬灰！刚刚那飞剑的速度快到了极致，肉眼甚至都无法捕捉。比起林师兄的手段，这位筑基中期老祖强上不知几倍。一阶极品青藤护盾面对这一剑，恐怕一招也无法抵挡吧。境界上的差距难以弥补，除非我晋升筑基初期。老张，人都已经死了，何必对尸体泄愤？王堂主从始至终都没有阻拦张庆。老王，我刚刚一时间恼羞成怒，早知就下手轻一些，留他口气，慢慢审问。无妨，我已坐实他劫修的身份，好好搜查他的洞府，就能找到证据。这不是没看出来，是不打算追究啊。话说回来，你们这一招引蛇出洞还真是有效，是你想的点子？可别把我推出去啊！是我这徒儿想的点子。还好。张堂主，我今日和属下合计了一番，总觉得作案之人应该居住在洞府区，也可能是这附近的住户，所以便试试这招引蛇出洞。倒是没成想，马上有了成效。真是个冰雪聪明的姑娘。无论是王堂主还是徐武，都在为我遮掩，不至于另一名筑基中期盯上我。哦，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。我看你在此间历练完毕，可以在鏖战堂内担任一官半职了。内门弟子里有你这般心思的没几个。内门弟子，我先前的猜测，如今也算坐实。张堂主过誉。这是红丹氏的炼丹炉，这是陈服氏的伏笔。证据出来了，看样子的确是他无误。接下来便是你们的事了，我先告辞。你叫叶修？晚辈叶修，见过王前辈。小五都跟我说了，这次的事情多亏了你才能快速解决。不过李丹氏如今已死，这件事也算是到此终结，你可明白？难怪刚刚对方不阻止张庆杀人灭口，原来是故意为之。看样子青云宗的事情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，或许对方这么做也算是一种妥协。在下明白，此事已经了结。是个聪明的孩子。你刚刚用的那道符箓是最近很有名气的青木盾吧？连青木盾的名气都传到王堂主耳中了。你也算是为治安巡逻队解决了一件麻烦。这次的赏金你和小五一人一半好了。还有赏金？对李丹师的赏金是40枚下品灵石，过几日我派人送过来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一人一半，也有20枚下品灵石。叶道友，张堂主那件事，即便是我师尊也无法利用此事来对付他，所以只能互相妥协。你以后切记别跟外人提及，免得惹祸上身。张庆杀人灭口这事，确实不是我能掺和的。20枚极品凝元丹已经被我彻底吸收，足足为我增长了5、6年的修为，体内青木灵力也增长了数成之多。只是距离炼气9层，依旧还有一点距离。接下来的一段日子，潜心制服，修炼玄龟飞剑术，余下时间都运转青帝遮天经。虽然没有极品凝元丹的加持，但青帝遮天经吸纳灵力的速度也不慢，每日增长一丝丝灵力，积年累月，同样不可小觑。中介又来收租金了，要不是李丹师的那20枚下品灵石赏金，我前几日就要出门变现青木盾，不然连租金都交不起。这次只走货，不多停留。去众人堂。这段时间青木盾的价格倒是没有多少变化，依旧按照3枚下品灵石来结算，如何？这次是81道下品青木盾，一共卖了243枚下品灵石，加上身上的13枚下品灵石，身价已经达到256枚下品灵石。接下来换更强的丹药。上次服用极品凝元丹，感觉效果越来越差。传闻中同一种类丹药难以叠加服用，倒是真的。曾经我就听说过类似传闻，只是无法证实。也幸好我吃的是极品凝元丹，如果是一直吞服下品或者中品，等耐药性出现以后，同样会影响到极品凝元丹的药效。一阶丹药之中，除了极品凝元丹，还有好几种效药在它之上的丹药，只是价格略贵，不过无妨。怎么感觉有人在跟踪我？难道这是我连日吞服秘药，感应力大大提升之后的特殊能力？赵天绰，散修，在清河坊内已经待了至少50年，名下有2家灵菜铺，平日里有不少修士跟他厮混，经常组织人手去外面捕猎凶兽。当初在张庆面前，他就故意往我身上泼脏水，现在又用这种恶心人的目光盯着我，他想做什么？公子，你要买些什么丹药？极品凝元丹到货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最近极品凝元丹缺货，公子看看其他丹药。
你们这儿有没有1阶极品淬元丹？有是有，不过淬元丹的效用要比凝元丹强上一筹，价格也会贵上稍许。多少钱？1枚1阶极品淬元丹，售价8枚下品灵石。8枚？你们抢钱啊！走了，先让他以为我买不起。穷鬼！看看赵天绰会不会跟进去问。赵前辈，您来了，今日买点啥？刚刚看见一位道友进来，他买了什么？刚刚哦，您是说那个穷鬼啊？他想买1阶极品淬元丹，结果听到是8枚下品灵石的价格，还说我们抢钱，什么也没买就走了。已经可以断定赵天绰盯上我了，只是目的暂时未知。花小半天功夫，逛几家远一些的虚实丹阁，特意避开洞府区附近的店面。1阶极品淬元丹也是稀缺物，费了好大功夫才凑齐20颗，身上还剩下96枚下品灵石。灵石用出去才叫灵石，用不出去那就是普通的石头。刚好那支伏笔已经不堪重用，先去购买一支好点的伏笔。修为、丹药、伏笔、符箓都要一步步补上，再购点上佳的制服灵材。练习了这么久，可以试试1阶上品青木盾了。丹药、伏笔、灵材都补上了，接下来回洞府闭关。叶修，大伯，好巧啊！你还有脸过来？要不是治安巡逻队抓住了那个大劫修，这套宅子就要砸在我手中了。你这厮连秦大伯都坑，可恶！如今这宅子价值几何？那位劫修伏法，这宅子自然升值了。那不就行了？你捡了个大便宜。我也没想到那位大劫修能这么早伏法，倒是让叶清风捡了个便宜。敢在背后说我巨剑门的不是，找死！巨剑门修士，寿灵谷和巨剑门都是附近的大宗派，实力远远强于青云宗。这剑无论材质还是铸造工艺都是上佳。这么大的剑，不知道飞不飞得起来，用来当盾牌都够了。如果我的壁龙也这么大，防御力自然大大增加。大宗门修士不好惹。谁敢在清河坊内放肆？丁武的脸色不对，清河坊的规矩碰上巨剑门，怕是没那么好讲了。治安巡逻队有麻烦喽。只希望丁武可以妥善处理这件事，免得惹祸上身。放肆？你说我在放肆？练级后期，练级后期不是关键，关键在于这位的身份太过特殊。道友，不知发生了何事，需要在坊内动手。哼，地上的这个家伙在喝酒的时候说我巨剑门的坏话，我就找上他教训了一段，不行吗？该死！青云宗刚在巨剑门和寿灵谷手中吃瘪，如果处置不好，后果很严重。是这样，我们清河坊有规矩，如果有修士在坊内动手，需要跟我们回去调查清楚。如果事情不大，问个话也就可以走了。呸！当初我只是在你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就被关了7天。他面对巨剑门修士就这个态度，呸！小人！大伯，你和巨剑门修士能一样？人家身份高贵着呢。巨剑门真的这么无法无天吗？你们这些巡逻队修士也敢在爷爷面前放肆？如果这一下被拍实，即便不死也要躺个1年半载。小兔崽子，还不退？要换作是别人，我也跟叶清风一起退了。可面前的是丁武，1阶中品术法，青藤护盾。找死！砍啊，继续砍！你砍得进来，老子认作你爹！臭小子，你完了！他只是炼气7层，虽然强于同阶残师，甚至强于同阶的青云宗弟子，但在这道青藤护盾面前，他的功法之力还是略逊一筹。叶道友，丁道友，你的伤不要紧吧？梅豆大师，这巨剑门修士真的疯了，他怎么敢在清河坊动手？这青藤护盾好生精准。是啊，好像只是1阶中品青藤护盾，为何施展起来比我的要强上许多？炼气7层都砍不动。叶道友，你这青藤护盾之术，着实是下了一番功夫啊！我看此人根本砍不进来。哪里，只是熟能生巧罢了。对方灵力快耗尽了，
你敢不敢出来与我堂堂正正斗一场？你连我的青藤护盾都破不了，没资格与我斗法。唉，清河坊的男人都是这般缩头乌龟吗？周师姐，叶道友，咱的青藤护盾还能顶得住吗？放心，别的不敢说，我是清河坊内最硬的男人。何况他一句话已经得罪了在场所有人，可能不需要我们出手了。周师姐，此子施展的一阶中品术法青藤护盾，可能已真至登峰造极之境，不然挡不住我的剑。那只是你的剑，还不够火候。师姐教训的是，姑娘，你说我们清河坊的男人都是缩头乌龟，那你有本事就把这2位当街弄死！对啊，你有本事破了他的青藤护盾，再来说这大话不迟。兄弟，我们是支持你的。支持个屁！你这不是明摆着害我吗？要破此盾，一剑足矣。只是我破了此盾，你们清河坊的男人们是不是都要承认自己是缩头乌龟？难怪外面人都说你们清河坊的修士骨头最软。青云宗在你们之中挑选弟子，能涌现几个天才？这些年青云宗疲软，怕也与诸位息息相关呢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再加把劲儿，等下他们一人一口唾沫淹死你。看来我高看了这群男人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撤了护盾，与我这位师弟公平较量一番。他连此盾都破不了，还有什么资格瞧我其他的手段？哼，叶道友此言极是，连青藤护盾都破不了，这就是巨剑门修士的手段。想要激怒我，差了点时候。我说过，要破此盾，一剑足矣。炼气10层，还好挡住了。这么硬，青藤护盾之术如此好用不成？这样下去，只怕我体内精纯的青木灵力抵不住。小兔崽子，炼气10层的攻击也能挡下？他应该还是炼气7层吧，可却能挡下炼气10层的攻击。这小子当初是吃了什么灵药？周师姐，大火弹术！飞剑本就克制一些木属性术法，如果再加上大火弹术，等于双重克制。丁道友，我说过，我是清河坊最硬的男人，你相信了吧？叶道友好手段，够硬。怎会如此？连周师姐都没破开，我也不算太过丢人了。巨剑门周仪，你违反清河坊律法，当街动武，纵人麾下打伤治安巡逻队修士，依此间规矩，你要立马离开清河坊，半年之内不得再次踏入此间。虚无，你在治安巡逻队任职。原来他也认得徐道友，好像还有点怕他。带着你的人马上离开，这里并非你的撒野之地。我是准备前往青云宗探望表妹的。青云宗有你的表妹，是谁？前些时日拜在你们赵老祖门下的李一莲。李一莲有个表姐，还是巨剑门炼气10层，这可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啊！李一莲是你的表妹，那就上山去，别在清河坊逗留。我们走。他定要记恨于我。叶道友，以后你别轻易离开清河坊。丁武道友，若非为了救你，我何至于得罪此女？你得请我喝酒。一番下来，我体内灵力也被消磨了大半。那是自然，叶道友讲义气，我丁武也不是懵懂之辈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这段时间跟巨剑门、寿灵谷修士有关的案件，你们要等我到场再处置，免得再发生今日这种事。大人，寿灵谷和巨剑门修士近日越来越过分，咱们就真的不管吗？有些事你不懂，听我的就是。被打的那位，还有被不小心消了掌的修士，只能自认倒霉，无处说理。今天已经够麻烦了，先走为上。小修啊，大伯也不计较你之前那件事了，你跟大伯说说，当初在山里吃了啥，怎么一下开窍了？刚才还骂我，现在又叫小修了。大伯，东西我吃都吃了，你闻这有什么用？就算是我拉出来，你也赶不上热乎的。总算甩掉了，这次没有上次的好运，伏笔来源很清白，价格自然低不了，一阶极品伏笔，
20枚下品灵石，贵是贵了些，但要做1阶上品青木盾，这笔钱不能省。公子，我这里的符纸和朱砂品质也不错，要不要看看？1阶上品符纸怎么卖？1阶上品符纸一沓是10钱灵砂，1阶上品朱砂1两也是这个价。要1枚下品灵石，价格不便宜。1阶上品青木盾不打算出售，是自用，成本高些也无妨。3沓1阶上品符纸，3两1阶上品朱砂，再买50沓1阶下品符纸，5斤1阶下品朱砂。现在还剩下60枚灵石，花不完，根本花不完。先存着吧，看情况再购置1件护身法宝。买2件好了。要是能赶得及在万门大比的时候给小云送去，他这次必然崭露头角。距离青云宗万门大比好像只剩20来天，刻不容缓，立即回洞府闭关之符。先是1阶上品青木盾。叶道友可在洞府？在下赵天绰有事求见。赵天绰，他来做什么？公子，这位前辈先前已经过来叫过门，不过公子没在，我没敢开门。你做得对，以后只要不是叶云，谁来都别开门。叶道友，赵道友来此所谓何事？叶道友不请我进去说话，就站在这边，恐怕不太好吧？你我之间已经熟到可以登门拜访的地步了吗？区区炼气后期也敢如此无礼？其实那日我也只是想尽快找出劫修，才做出一番推测，属实没想到老老实实的李丹师会是那劫修。废话不用多说，我和你之间没什么交情。你今日登门造访，有什么事直接说吧。这是我的道侣，你看他做甚？原来是叶道友的道侣，失敬失敬。既然如此，我有话就直说了。在下开了2间灵材铺，于清河坊内也有些名声和地位，不少兄弟抬举，都喊我一声赵哥。你不会是来炫耀的吧？等等，我听几个兄弟说，这段时间叶道友买了不少青文珠的心头血。你兄弟可能认错人了。弄了半天，对方是因为这件事盯上我。青文珠的心头血可以用来炼气、炼丹，甚至用来制服。就算我买了不少，不至于让人怀疑吧？我兄弟眼力好，不会认错的。我今日来是想与叶道友合作，我手头有不少凶兽的心头血。合作？哦，是你最近生意不太好，凶兽的心头血卖不出去。卖是能卖，但没有叶道友买的量这么大。我想着叶道友如果有什么门路，也可以介绍介绍。有钱大家一起赚，多个朋友多条路。阁下误会了，你兄弟看到的真不是我。若没有别的事，我要休息了。叶道友可曾想过，一个人想吃成胖子，很容易会被撑死的。赵道友这是在威胁我，我只好把今日之事告知徐道友。徐道友可是徐氏丹阁的少东家，青云宗敖战堂堂主的亲传弟子，治安巡逻队的上官。你那日在张堂主的洞府见过他一面。叶道友误会了，我刚刚只是好心提醒，并非恶意。若没有别的事，在下先告辞了。区区炼气13层，连筑基都不是，还敢在洞府区放肆！公子，要不要跟小姐说一下这件事？小云只是外门弟子，她知道了也处理不了这种事，说了只会让她担忧，无心修炼。放心吧，这件事我会处置妥当。这个赵天绰有点棘手，得处理一下，该如何应付才好？既然实力不够，就暂避锋芒。实力若够，当斩草除根，使其万劫不复。妖血铸体大法的效果很不错，至少在斗法方面，我的感知力会占据极大优势。若我晋升炼气13层，此人绝非我的对手，耗也耗死他。接下来要好好闭关，另化1阶极品翠元丹了。此丹的效果的确要比1阶极品凝元丹强上一筹，关键是没有耐药性，每一颗药效都能被我尽可能全部吸收。丹药真是个好东西啊！如若单纯吸纳灵石里蕴藏的灵力，即便是青帝遮天经比寻常功法的效率快上5、6倍，也至少要5天时间才能炼化1枚。可换成丹药，我只要1、2个时辰就能搞定，时间节省了许多。不过灵力的增长总量只能相当于5枚下品灵石，要是时间足够多，或者身家不够丰厚，其实直接吸纳下品灵石会更划算。只是我身家足够丰厚，完全可以用灵石来购买时间，争分夺秒。
体内的灵力已经增长到初入炼气7层的2倍水准。随着修为提升，青木灵力也愈发精纯些许，灵力已经积累到临界点了。终于炼气9层了，这个境界，当初的我想都不敢想，快要追上爹当年的修为了。只用了短短半年左右，就从开始的炼气6层晋升到炼气9层，如此速度，寻常修士想都不敢想。炼气9层只是新的起点，9层到10层是一道瓶颈，按照现在的进度，或许还要花半年，2、3年内可以到炼气12层，再花1、2年打磨，突破炼气13层。到时候再找筑基灵材，自己或请他人炼制筑基丹，冲击筑基之境。虽然我现在身负仙元，可对于筑基而言，心中仍有一丝顾虑。这个境界是绝大部分修士的毕生所求，炼气的寿元极限也就120-130岁，可一到筑基，就会以自身的底蕴，寿元最起码达到翻倍效果。增长的倍续寿元对修士而言十分重要，越早到达这个境界，冲击金丹就越有把握。失败1次，下一次的成功率就大大降低。如果失败2次、3次，或许终生筑基无望。我如今拥有的一切，对于筑基似乎并未有特殊加成。到时候应该多准备几颗筑基丹，务求一次成功。先稳固当前修为，该试试1阶上品青木盾了。别看它品质只是提升1个等级，其效果却能从20丈的极限距离提升到50丈，甚至翻倍都不止。这也导致1阶上品青木盾的制作难度直线上升。若非练习了小半年，我都没有信心尝试。失败了，又失败，还是失败。这难度着实有些高啊！难道是我太心浮气躁了？我就不信了。再来，后3天1次都没成功，甚至连1/3的进度都没完成。最后1章了，这一次进度大概达到了1/2。想把体内灵力存入符纸里，完成一道成品符箓，就得与这股排斥力抗衡。罢了，这次好歹有些进步。先弄1阶下品青木盾，至于上品，等小妹万门大比结束，我再试试。先把能稳定变现的东西做出来。实践天后30道1阶下品青木盾成了，还剩下35沓1阶下品符纸和若干1阶下品朱砂。去中人堂把符箓变现。身上的灵石增长到150枚。掌柜，有没有1阶极品的防御型法宝？1阶极品的防御型法宝，前段时间因为血骨真人洞府出事的缘故，坊内的防御型法宝已经有些断货。不过我知道仙宝铺掌柜手中还藏着一件1阶极品法宝碧涛甲，听闻是青云宗炼气堂堂主亲手打造。碧涛甲碧龙剑，这会不会是成套的？这件碧涛甲附有1阶极品术法碧海听涛。推动之下，即便是遭遇炼气13层，也可抵挡一段时间。你若是要，我便从他手中要来此甲，以120的价格售卖于你，可好？你去他那边买，大概率也是这个价格。我与他有几分交情，可以压些价格，从中也赚点微薄的介绍费，省得我再跑一趟，也免得被仙宝铺看出我的急需。可以，给小云穿上它，就算取不得好名次，至少也能保命。碧涛甲已经到手，该去青云宗了。今日有许多修士同行，目的都是观看青云宗外门大比。平日里青云宗山门不对外来人开放，可大比之时，会允许宗内修士的亲朋好友前往观战。1阶极品灵兽天水牛，车内必然是大人物，不是炼气13层，就是筑基老祖。1阶极品灵兽啊！10万大山是凶兽的天下。而灵兽也是从凶兽之中诞生，它们生来灵智就高，可以被修士收服，只是万中无一，可遇不可求。晦气！叶道友家里也有人在青云宗外门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我有个小兄弟，不小心跟我说了一些关于叶道友那位妹妹的事。赵天绰。你怕不怕满门死绝？包括你那些小兄弟也要跟你一起上路。你是在威胁我吗？以你的修为，我还真不带怕的。外门大比难免会受伤，希望叶道友的妹妹这次能取得好成绩。
阴魂不散的狗东西！可以断定，他也有亲族在青云宗外门，得赶紧见到小云，把碧桃甲交给他。小云，你在等你哥吗？我听说他好像和李师姐有点特殊的关系。今天李师姐他们也会到场，要是遇见了，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我哥和他能有什么关系？只不过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罢了。外面那些传闻都是捕风捉影，你别瞎掺和。可惜你哥了，本来3属性灵根也还可以，炼气5层的修为放在咱们外门都算是水准之上。只可惜灵根萎缩，修为尽毁，以后只能当个凡人。你们知道个屁！大哥修为恢复的事情，越少人知道才越好。大哥，小南，老妹，叶云小姐，总算赶到了。小云的大哥长得还不错哎，也难怪李师姐当初能与他有过一段。不提也罢。这些人真闲。老妹，哥有好东西给你。什么好东西？小妹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你们宗门大比马上要开始了，咱们得抓紧时间。